中国跟澳洲的这些变化，到底为什么澳洲跟中国会走向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几乎我不确定能不能用所谓的全面对抗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做一些进行？那老师您怎么看呢？澳大利亚和中共的关系最近是迅速恶化。那么要理清这个澳中关系了解为什么澳中关系一步步跌入谷底。那么目前世界上的各国大概有两种方法来观察。那一种呢是非军事眼光，就是它只谈经济政治问题，这是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西方媒体的角度。那另一种角度是包括军事考量的综合观察。那么持这种角度的只有两个国家，两个当事国，一个是澳大利亚，一个是中共。那我现在谈这个非军事眼光的评估以 BBC 为代表的话，他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观察。那么他认为说呢，澳中两国之间的愤怒和不信任，在表面之下呢，已经酝酿了多年了。2017年是个拐点，因为澳大利亚安全组织警告说，中国越来越多的在试图影响堪培拉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决策。当年年底呢，澳大利亚前总理宣布说，要推出旨在遏制外国干预的法律。然后北京就以停止外交访问作为回应。那么2018年，澳大利亚又以这个国家安全为理由呢，这个首次禁止使用华为。那么特别是不让华为参加澳大利亚 5G 网络建设。那么从那个以后，陆续爆发了两个国家之间的不断的冲突。然后2020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共对澳大利亚实行了全方位的经济制裁，借口是澳大利亚呼吁了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那么澳大利亚经济和中国是有比较密切联系，那么它出口的35%面向中国，那么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上，澳大利亚进口的24%。澳大利亚最近几年来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是铁矿、煤、黄金、羊毛、牛肉、铜矿、铝矿、羊肉、葡萄酒、棉花、龙虾、原木、大麦等等，每年货值大概在800多亿美金。但是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对澳大利亚实行了变相的单方面经济制裁。澳大利亚大概70%的大麦是出口呢，通常是到中国去的。那去年5月29号，中国先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大麦开征80.5%的反倾销税，然后去年8月27号，中国宣布停止部分澳大利亚牛肉的进口。9月1号，中国又宣布暂停澳大利亚最大的谷物出口公司对中国的大麦进口。10月12号，中国的能源供应商和钢厂接到口头通知，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港口也不卸载澳大利亚煤炭。那么当时彭博社有报道说，到去年10月23号的时候，有将近5亿美元的澳大利亚煤炭停留在进入中国的这个船上。那么到去年10月16号，这个澳大利亚的棉花行业组织表示呢，中国开始劝阻它的纺织厂不要使用澳大利亚的进口棉花。那么澳大利亚的龙虾出口呢，大概94%是进入中国的。那么去年11月初，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龙虾故意的延迟通关，使澳大利亚空运出口的活龙虾死于机场，导致澳大利亚活龙虾出口受阻。那么去年11月上旬，中国还暂停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和维多利亚州进口的木材，同时中国又施压进口商拒绝来自澳大利亚的羊毛和铜金矿。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是中国的葡萄酒主要出口国。去年10月26号，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实施了212%的反倾销关税。那么总体看来，除了铁矿石、黄金、铝矿、羊肉之外，澳大利亚的其他对中国的出口都遭到了中方的全方位抵制。那么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当然也产生一定的冲击。目前中国并没有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实行这么强的贸易制裁措施，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制裁做法是单独指向澳大利亚。那么澳大利亚呢，并没有在经贸领域里对中国采取任何不利于中国的措施。所以虽然讲是贸中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中国在单方面制造摩擦。那么这种单方面制造摩擦又选择性的针对澳大利亚一个国家，当然不是无心之错，而是有意为之的。那么正因为中国是要单方面的主动对澳大利亚实行变相的贸易制裁，那么在贸易领域他又找不到任何实行全方位制裁的正式借口，所以他就只能一面故意的制造贸易摩擦来达到阻止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正常出口，
同时呢，对每种产品的限制进口和阻挠进口呢，使用了五花八门的不同的说法。那么中国呢，到现在为止，它的经济还没有真正进入说现金外汇周转不灵、全面收紧进口这么个局面，所以它停止进口澳大利亚这些商品呢，还是改从其他国家进口。所以中国不是经济上完全不再需要澳大利亚出口这些商品，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针对澳大利亚的对华出口商品的各个大类陆续实施制裁，很明显是要打击澳大利亚经济。中共自己对这个意图也毫无掩藏。那么通常情况下，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呢，是来自于经贸领域的纠纷。如果能够彼此协商解决，那贸易摩擦可以迎刃而解的。但是如果双方本来没有经贸纠纷，有一方突然的主动的蓄意制造贸易摩擦，或者变着花样的使用各种莫须有的借口，这就表明说这种贸易摩擦不是双边协商可以顺利解决的。你就像一个人发现你家邻居不停的给你捣乱，让自己连续蒙受明显的损失，那么这个人就要考虑一下，说你那个邻居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故意制造贸易摩擦，还有这种变相的贸易制裁的霸凌做法，采取了冷静慎重的态度。去年11月10号，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表示说，中国当局应该排除任何歧视性行为，这讲得很温和。那么他是去年11月27号，他又说，澳大利亚认为中方的举动显然不合理。澳大利亚政府其实很清楚的知道，澳中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不在经济方面的。中共变相实行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真实的目的是借此向澳大利亚施压，要澳大利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改变方针。